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BIOS 防掉压选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CPU Low Night Calibration 的选项。那大家可以从定义上看到，其实就是英特尔的定义。那它其实有定义，就是说 CPU 电压值会随着 CPU 负载而变化，所以它不是一个固定值。那里面牵扯到就是我们所谓的圈选，就是站态响应，然后跟它的 loading。那负载越重，它掉的就越深。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选项 CPU Low Night Calibration。那在 default 的时候，我们会打在 Level 2。那当你设在 Menu Mode 的时候，我们认为你 Menu 就是说你 key 多少就想要多少，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设在的档位就比较高。好，那这两个的差异会差在哪里？档次越高就代表越平，就是越不掉压。那大家可以看到斜率，越平就是越不掉压。好，那我们以这两张图来看，上面这张是没有 low night， 所以当你设 1.3 的时候，就是平平 1.3。那以这张图来讲的话，就是你设 1.3， 假设你是 70A。来，我们这边画一条线上去，你可以看到 1.3， 它也是 1.3。你这边 1.3 过来 1.3 这一点，所以你这边有一个掉压，有一个 delta V。好，那我们以实际的，这是厂商 Richtake 的一些资料，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去看，它写的很好，详细。你可以看到，那我们的去用拉载器圈寻支距去量的话，可以看到这个 delta V 对过来的波形，其实就是这样上上下下，然后一样间隔在那边拿，然后量 mini fold 乘以70A 就大概会有140 mini fold 的振幅。那这边因为不像底下这一条有这个 delta V， 所以它整个就是会冲上去跟冲下来，它就没有像这样。那它这样的话，能量就会比较强，所以它的 ripple 就会比较大。有 low night 的 ripple 反而比较小。所以呢，这边小小的一个总结，没有 low night 的时候 ripple 大，但是没有掉压。那因为没有掉压，电压比较高，所以温度就比较高。那稳定性呢？其实我这边写的是以使用情境跟实测来看它的稳定性。那相反的，如果有 low night 就 ripple 比较小，但是有掉压，那温度会比较低。那一样是以实测为主。好，这两个没有说谁一定好，谁一定差，就看你使用情境。那如果是像超频的话，我都比较建议说，你就设比较平的 low night， 比如说 Level 6、7、8，这样，然后选择 Menu Mode， 那你 key 多少就是多少，就不会搞糊涂。就是说有 loading 的时候它掉下来，比如说你设 1.35， 就是想要 1.35， 这样就比较单纯。好，那今天简单介绍就到这里，那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现在要开机实测一下，设不同的 low night calibration，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它的电压的变化。我先切一下荧幕。这荧幕的按钮还要坏掉了。OK， 我现在是 XMP 进来3866 ratio 47倍，然后电压选择 Menu Mode 1.35， 然后我们进去找 Calibration， 我设在L6， 就是我们建议的 Menu Mode 的 Auto Loop。好，那我现在直接进去。大家可以看到
设1.35，因为现在没有载，所以不论怎么样都是1.35。好，大家可以看到大概就是1.35，然后我给它一个 loading。OK， 大家可以仔细看到，它是剩下1.3，好，1.3。但是其实大家还记得吧？我们刚刚是在 BIOS 里面设 L6 Minimum 1.35。那我现在出去就直接改成 L8，然后再进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电表是直接和我们的测点，所以很方便。好，我直接改成，就只改一个选项，就是 L6到 L8。一样，现在没有载，一定都是1.35。对，好，一样1.35，359。OK， 再给它下去，它就准，一样不会掉，跟这个，1.352、1.35。啊，那刚刚如果是在 L6的话，它就是掉了，它就是大概只剩下1.3。啊，那我今天就介绍到这，谢谢大家。